全員僕のファミリーたちです。如果吃软饭有等级，那这位哥简直就是软饭界的神。这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渡边龙太，37岁，过去10多年都不上班，口袋里掏不出1分钱，却能让4位貌美娇妻同住一屋，2个金主女友在外赞助。这一家子每月85万元的开销，他连个零头都不出。生了11个娃后，还要扩大后宫。他不仅能把情敌变闺蜜，还能让所有老婆全力支持他那个生够54个孩子的疯狂计划。当节目组推开渡边家的大门时，第一句话就把记者冲飞了。渡边指着屋子里的3位女生，淡淡的说：“是的，她们都是我的老婆。”全員僕の妻です。为了方便管理，渡边直接把后宫搬进了公寓。目前的核心成员有大老婆杨笑，25岁，跟渡边在一起有6年，目前有2个孩子。二老婆采花39岁，虽无子嗣，但是养了1只狗。三婆千晴29岁，战绩辉煌，刚生完1对双胞胎，总共生了3个孩子。四老婆千寻29岁，喜欢独处，目前在外面住，定期回宫。渡边的公寓除了厨房和卫生间是共用的，剩下3个房间，老婆们1人1间。这种配置看来渡边的帝国扩张纯属是受限于房产呀！我的天哪！但最开始生活远没有那么井然有序。渡边透露，早期所有人都是挤在一个房间睡的。你以为这是大被同眠的艳福，其实根本睡不好。なんか腕枕で疲れちゃうんですよ。こっちとこっちとあと股にいるんで、大人がずっしりくるんで寝返り出てないし。更让他崩溃的是，几个老婆经常为了谁睡得离他更近这种问题半夜开撕，他夹在中间，劝也不是，不劝也不是，活脱脱一个人肉三明治。无奈之下，这位时间管理大师设立了雨露均沾的轮流侍寝制。雨露均沾，每天轮流去不同的老婆房间过夜，一房一晚，绝不撞车。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今日は第三夫人と寝ました。但偶尔也有加班的时候，有时候一晚得跑2、3个老婆的房间，这个哄完哄那个，那个哄完天就亮了。所以男同志们也别急着羡慕，想当皇帝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这种把自己累成配种牛的行为，他既然管这叫浪漫，厉害！最离谱的不是他有这么多老婆，而是这群女人对他有那种近乎膜拜的忠诚，而且在他的调教下，这几个老婆竟然可以和睦相处。一緒にいて楽しいのは楽しい。やっぱ面白みがあるなって思って一緒にいて。2房帮3房看娃，3房帮1房带娃，1房还得抽空去遛2房的狗。家务活轮流干，谁有空谁上，俨然一个运转流畅的互助合作社。牛逼！就算出门散个步，也得一家人整整齐齐，绝不偏袒任何一个老婆。这3个老婆不仅长得像，连发型、穿着都一模一样。路人经常误以为这是哪来的孪生3姐妹。多分よく言われるのがなんか双子とか姉妹とか。渡边一律装聋作哑，假装没看见。毕竟啊，日本的重婚罪判得可不轻，他可不想下半辈子在缝纫机前度过，所以渡边跟他们任何一个都没有结婚。事実婚で、事実婚。勝手に一夫多妻をやっています。当然，渡边也知道吃软饭要有觉悟，家务和带娃都信手拈来。记者都忍不住感叹：すごいですね。育児も料理もお仕事もされてて、すごいですね。但渡边对自己的认知相当拎得清。仕事しないです。暇です。这种软饭硬吃的理直气壮，真是让人佩服啊！但渡边的家里绝对不像表面上那么和谐。四老婆千寻就因为受不了集体生活的窒息感，同居不到半年就撤了。而住在一起的2房采花和3房千晴，那私底下可是争风吃醋，暗流涌动。去年得知3房怀上双胞胎的时候，2房采花直接就破防了。人人都能生，为什么就本宫生不了？于是采花决定要跟渡边上科技生娃。2人为此大吵一架，渡边还使出了必杀技，写小作文挽回，并许诺2025年一定跟他生孩子。去年8月，2房采花终于靠手术怀上了，但可惜的是，最终因为身体原因，还是没能留下孩子。
看到这里，你一定跟我有一样的疑问：这位奇葩到底是怎么养成的？渡边从小父母离异，跟母亲相依为命，所以极度渴望热闹的大家庭。孫とか正月100人ぐらい集まったらなんか面白いなと思ってます。他小的时候读书也读不明白，早早就辍学了。中学歴が小学校4年生中退っていうところなんですけど、ここはまあ不登校って書いてるんですけど。但老天爷给了他一张能吃饭的脸。小时候经常有女生夸他卡哇伊，让他早早就觉醒，原来皮囊就是我的第一生产力。23あたりの時に付き合ってた彼女がいて、結構貢いでくれる女性で、なんか泊まり行くとすごい喜ばれたし、お金もくれたんで、そこの女の子の家に帰省するんですよ。住み込み型の紐として。早早进入社会的他做过很多兼职，干过搬家、酒店清洁、居酒屋等等等等，甚至他还当过牛郎。但是没有一份工作能干满1个月。渡边发现自己根本不适合上班，但是撩妹却是个天才。19岁，他结过1次婚，和女方生了他第1个孩子，但是2年后就离婚了。前妻的理由是嫌他太穷，养不起家。但也正是因为这次离婚，让他彻底想通了。既然我没钱，那我干脆找有钱女人养我。たくさん女性を抱えることによって分散されるんですよね。例えば失恋してもそんなに精神的なダメージってはないんですよ。でも一人だけだったらもうそれしかないので精神的な苦痛っていうのが大きくダメージを受けるんですね。あいつにはかなわへんもん。于是他开始疯狂地刷交友软件找妹子撩。他的策略很简单，不装大款，直接坦白。我没有工作，但是我很会照顾人。这套话术居然很管用，果然真诚是必杀技。巅峰时期的他，同时交往了16个女朋友。僕は東日本に彼女をいっぱい作ってたんで、北海道行ったりとか、福島行ったり、埼玉行ったり、はい、仙台行ったりとか、はい、東日本をなんか制覇してたんで。他还分享了自己的撩妹秘籍，就是抛弃自尊心，疯狂撒娇，肉麻的话挂在嘴边，浪漫和情绪价值给到满。ものすごく大変じゃないですか、移動で。なので一つ屋根の下でみんなで暮らそうよということで、やっぱり16人いても一緒に暮らそうって言った時に嫌がる人って結構いると思うんですね、世の中には。ほぼ嫌がる女性が多いんですけど、でその中で残ったのが今のメンバー。现在这一大家子的花销每个月要85万日元，大约4万块人民币。但是渡边没有出1分钱，全部都由各个老婆分担。平时的零花钱就由2个女朋友分担。他甚至每天花女友给的1万日元打理造型，去找服装店搭配衣服，在家也要凹造型，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清爽的软饭男。你大可不必如此完美。开头我们说渡边有个离谱的终极梦想，那就是他要生够54个孩子。这个数字不是随口说的，他的偶像是江户时代第11代将军德川家齐，此人生了53个子女，是日本历史上有名的荒淫将军。渡边的宏伟愿望就是比这个将军多生1个娃。54人作って歴史に名を残したいです。而且为了把老婆的姓氏都改成渡边，他甚至计划反复结婚再离婚。2024年，他因为接受采访火了，各种节目邀约，网络热度接踵而至。渡边决定吃互联网这碗饭，他要当网红，他要带货，他要成立自己的品牌。但他很快发现一个问题，拍视频太耗时了。3房的双胞胎出生后，家里就有5个孩子了，他又要带娃，又要拍视频，时间根本忙不过来。于是他召开了一场改变命运的家庭会议。他在会上宣布了自己的商业蓝图，要成立品牌，直播带货，打造一夫多妻育儿团人设。然后他话锋一转，我打算去东南亚旅居一段时间，找找灵感。家里这边你们3个可以一起运营一个单亲妈妈互助频道，讲讲独自带娃的辛酸，肯定很有话题性，涨粉估计蹭蹭的。3老婆千晴当场沉默了。节目播出不久后，他的家人才知道自己的女儿竟然跟渡边这种货色交往。于是父亲放出狠话：你要是不离开那个男人，就永远别回这个家。外孙我也不认。稳住呀！千晴原本还在犹豫要不要找机会和父母缓和关系，结果渡边这个我出去潇洒，你们在家卖惨的方案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当场提出分手。いやもうなんか一緒にいたくない。ごめん。第2天，千晴收拾行李，带着3个孩子就搬出了公寓。大
大老婆杨笑一看形势不对呀，于是开团秒跟。他也带着2个孩子连夜打包走人了。热闹了几年的9口之家，一夜之间竟只剩下渡边和2老婆采花，还有1条狗了。为了感谢采花的不离不弃，渡边决定正式跟他办理结婚登记。采花从2老婆晋升为了唯一的正宫娘娘，但你以为他会就此收手吗？太天真了。渡边龙太正式公开招募第5号老婆。今年の目標は、第5夫人を、作ることと、あと、第5夫人、SNS で募集して、電話とかで話したりとか、いい女の子、女性の方いたら、デートして、而且经历了家庭解散的危机，渡边这次可是长了心眼子了。他的选拔标准就是女生一定要觉得老公比自己的亲爹亲妈更重要，而且要先相处看看3观合不合适，才选择同居。就在网友们等着看他笑话的时候，居然真有女性报名了，而且目前正在陆续安排面试中。今現在14名ですね。14名4人の夫人希望や。渡边龙太用10年的时间向世界证明了，只要一个人彻底不要脸，他确实能活成一个奇迹。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只是可怜了他那11个孩子，摊上这么个离谱的爹。他们长大后会怎么回忆自己的童年呢？会怎么跟别人介绍自己的家庭呢？我想我们的渡边大哥大概不会想这些问题，因为他现在正忙着整理新老婆应征者的简历，准备下一轮面试呢。